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30号结束了为期4天的访华行程。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访富有成效，他持乐观的态度离开中国，期待未来通过对话与中国一步一步解决问题。作为拜登派出的压轴访华官员，雷蒙多的中国之行吸引广泛关注。与前几次来华的高官相比，雷蒙多这一次的成果有何不同之处？他此行扮演的是什么角色？能否助推中美经贸关系企稳向好？来看看报道。They're actually in the carriage behind me, but she is headed to Shanghai after a very full day in Beijing, where there could be cooperation, and that's really her main focus, including in Shanghai, where she's going to be visiting the NYU campus to try to stress people exchanges, a visit to Shanghai Disneyland, as well as to a Boeing facility. 在其任内对华首访行程的最后一天，雷蒙多转战上海。路透社的报道指出，在北京，雷蒙多的主要任务是与中国政府官员会晤，而走访上海则侧重与商业团体打交道。因为上海是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中心之一，从上海也可以观察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与走向。深圳卫视注意到，此前美国高官访华时往往乘飞机穿行于京沪间，但雷蒙多此行不同寻常。美国商务部决定让其率领的庞大代表团改乘高铁。北京和上海的距离与纽约和芝加哥之间相当，但凭借中国高铁每小时350公里的速度，雷蒙多一行仅花费4个半小时就抵达了上海。深圳卫视记者查阅美国国家铁路客运公司官网发现，纽约开往芝加哥的高速列车需要耗时19个半小时，普通车厢的单程票价高达1500人民币。雷蒙多30号首先与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会面。陈吉宁指出，上海是美国企业最集中的地方，稳定的经贸关系符合中美两国利益，对世界也至关重要。雷蒙多说，美中经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希望可以讨论具体方法，让双方合作实现商业目标。然而，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今年前7个月，中美双边贸易额明显下降，总额约为3815亿美元。其中，中国对美出口同比下降18.6%，自美国进口同比下降4.7%。可以说，中美经贸关系正遭受严重破坏，压舱石作用也有弱化迹象。有观察指出，这从侧面说明美方单方面发起针对中国的贸易战、产业战、科技战，人为筑墙设垒，强推脱钩断链，从经贸、科技、政治、军事到人文交流等多领域对华实施围堵遏制打压，对两国经贸关系形成的冲击和危害正在凸显。近期，拜登政府再推对华投资限制措施，引发美国企业进一步担忧，失去中国这个庞大市场，将对两国贸易和自身发展造成负面影响。雷蒙多在上海参加上海美国商会举办的论坛活动时就阐明态度，表示希望美国企业在华投资。 We have had very successful and productive couple of days here. The US and China have a massive and consequential economic relationship, which is good for the world. It is good for China. It is good for America. And we want you here investing, growing. 此前，美国也有一些企业去会见美国政府官员，然后游说他们不要把中国这个市场给关闭掉，会直接影响我们的利益。比如说像英伟达、高通都有去游说，所以他希望在这些方面也能做一个安抚的工作，更多的强调我这次来中国更多的是为美国企业、美国工人去争取利益。当天稍晚，雷蒙多在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的陪同下打卡了上海迪士尼乐园。据路透社报道，雷蒙多在主题园区奇想花园拱门下向现场媒体表示，他从未去过迪士尼乐园，但看过所有迪士尼动画电影。雷蒙多说，标志性的美国主题乐园迪士尼与中国开展密切合作，打造的上海迪士尼，一方面展示了美国的软实力，传播了美国文化，另一方面成为两国文化交流的桥梁。路透社还观察到，一名7岁的中国女孩身着玲娜贝尔的毛绒衣服，给了雷蒙多一个拥抱，两人还用英语进行交流。玲娜贝尔是迪士尼在中国推出的一个 IP， 深受中外粉丝喜爱。雷蒙多在迪士尼表示，促进两国旅游业往来是他访华的目标之一。实际上，此行他一定程度上达成了部分目标。29号上午，雷蒙多在北京会见了中国文旅部长胡和平后，双方达成一致，同意明年上半年在华举办第14届中美旅游高层对话，进一步恢复发展两国旅游合作。雷蒙多的访华行程在位于上海的波音工厂结束。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形容这次访问富有成效，表示通过此访确定了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以及要做的事情。
We're going past just generalized commitments to talk. We've opened clear, working groups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s, an opportunity to put the toughest issues on the table and try over time to resolve them. And so I'm leaving with some optimism that we will have that dialogue and get to the business of solving problems, one step at a time. 4天行程中，雷蒙多分别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副总理何立峰、商务部长王文涛和文旅部长胡和平举行会谈。外界注意到，雷蒙多在行程中反复表示，拜登政府无意遏制中国发展，不寻求与中国脱钩，愿同中方保持沟通，维护美中正常经贸关系。President Biden asked me to come here to convey the message that we do not seek to decouple. We seek to maintain our $700 billion commercial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指，希望美方不寻求和中方脱钩等表态落到实处，为两国经贸关系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中国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产业体系配套完整的供给优势，大量高素质劳动者和企业家的人才优势，依然是全球重要的投资目的地之一。中国美国商会的调查结果也显示，66%的在华美国企业将在未来2年保持或增加对华投资。外界高度关注雷蒙多此行对中美经贸关系释放的积极信号。在与李强总理会见时，雷蒙多提出愿同中方加强在人工智能、气候变化、打击芬太尼等领域的合作。更受瞩目的是，中美在28号宣布成立一个工作组，由中美副部长级和司局级的政府官员组成，并由企业代表参加，以寻求解决具体商业问题的办法。此外，双方还启动了出口管制信息交流机制。舆论认为，雷蒙多此行是拜登政府尝试在解决所谓国家安全顾虑的同时，稳定中美关系的又一次努力。而相对于不久之前来华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长耶伦、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他的角色与身份与拜登所期望实现的目标更加契合。This time, I think that the big difference is that Gina Raimondo, unlike the previous people who've come, like Blinken, for example, she has a dual mandate in a sense. She's here to both promote U.S. trade, and she's also here to explain to the Chinese why she's restricting U.S. trade. There is actually a lot of areas where U.S. and China do cooperate. There is a lot of bilateral trade, and it is in the interest of both countries to have that continue. So there is a lot of benefits that she can talk about, unlike the previous visits, say with Blinken, where it was much more just about the controversies. And 布林肯过来更多的是给中美的关系做一个定调，而这个耶伦还有气候特使克里实际上也是没有说具体的我要达成一个详细的目标，我只是建立这种常规机制的交流。它实际上非常的有确定的目标，比如说我就是希望跟中国在出口管制方面达成一个信息交流的渠道，这样的话为自己的这个效率进行进一步的提高，这个是明确的目标。